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忘拿文件回家，发现婆婆在用我的牙刷刷公公的假牙，被我发现后还理直气壮。我向老公哭诉，牙刷就是用来刷牙的，刷谁的牙不一样，别矫情。他不耐烦地说。后来注册会计师考试，婆婆又自作主张关了闹钟，美其名曰让我多睡一会儿。我忍无可忍，当场发疯。公公骂我，老公不帮我，小叔子也冷嘲热讽。他们都说婆婆待我如亲生，让我不要不知足，害我精神恍惚出车祸惨死。重来一世，我将婆婆关掉的闹钟放在了即将高考的小叔子床头。这一次，我要让全家人都感受一下婆婆的好心。美娟，快，起床了！我被一阵急促敲门声吵醒，摸着黑开了灯，暖黄色灯光倾泻到我的身上，我的意识才逐渐缓了过来。我在自己的房间，我不是出了车祸，我重生了。车轮碾压过我的身体，骨头碎裂的声音仍在耳畔。彻骨的痛让我怎么忘记？上辈子婆婆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好，却次次好心办坏事。全家人都说我不懂事，不体谅婆婆的苦心，他们却不知道，前世婆婆对他们做的许多荒唐事都被我拦了下来。这一次，我决定袖手旁观，明哲保身，让全家人都平等感受一下婆婆的好心。见我没答话，敲门声响得更厉害，将我游离的意识抓回现实。我忍着怒意下床，妈，你看看时间，这才5点，5点还早。婆婆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。我年轻的时候，5点早就下地干活了。美娟呐，人不能忘本，得忆苦思甜。可是我昨天加班到1点才回家。婆婆脸上的笑容僵了僵。那也不能打破良好的生活作息嘛。妈，这是为你好。你看大虎又出差去了，你得和他同甘共苦。大虎是我的老公，他是个老实人。我们校园恋情，怀着一颗少女心，我按部就班结了婚。相处之后才发现婆婆是这么个难缠的主，老公更是半点当不了家。见天蒙蒙亮了，婆婆忙对我说，哎呦，该叫小虎起床了。我故作不解，小虎昨天不是说让你6点半喊他？婆婆一脸得意看向我，小孩子懂什么？他现在高3，正是奋斗的时候。我的儿子我了解，看我的吧。说着，他转头去了小叔子的房门，把门敲得砰砰响。小虎，起床了呀，6点50了，再不起来要迟到了。如果是前世，我一定会拦住婆婆，告诉她小叔子应该有自己的学习计划，不要自作主张打乱。但回想起前世，我辛苦复习，错过1年才有1次的考试，绝望大哭，家里没有一个人安慰我，就连我一向关心的小叔子也冷嘲热讽。1次考试罢了，嫂子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。我妈也是为你好，让你好好休息也有错了，你怎么还怪她？这一次就让你们好好享受享受婆婆的好吧。在婆婆的夺命连环催下，小叔子很快打开了房门。他顶着鸡窝头衣领都没整理好，碎碎念着，完了，要迟到了。小叔子忙从桌上拿起一块油饼，开门就要走，婆婆却一脸微笑拦住了他。你这孩子打小就性子急，真的是从小看80。小叔子更着急了，妈快别说了，我要迟到了。婆婆见小叔子这样，扑哧笑出了声，傻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每次上学都急匆匆的。这不，我把闹钟提前了1小时，现在才5点半。小叔子呆在了原地，你乱调我闹钟。婆婆一脸得意，你看，这样你上学就不匆忙了吧？我站在房门口附和。婆婆想得真周到，小叔子一口气堵在胸口，
但看自家老娘和蔼的笑容，又硬生生憋了下去。她理了理自己的鸡窝头，闷闷不乐坐回了餐桌。婆婆现在心思都在小叔子身上。我弯了弯唇角，关上房门，美美睡了个回笼觉。1周后，便是我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日子。有了前世的经验，我早早买了一个备用机，定好了闹钟。果然到了半夜，婆婆轻手轻脚进了我的屋子。她打开我的手机，把闹钟全部关掉，并且静音。我本可以直接反锁房门，或者改了手机密码，但要是这样，怎么能鼓励婆婆多做好事呢？第2天备用手机闹钟响起，我火速起身洗漱收拾，吃了前1天买好的面包，检查好所有证件，待我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婆婆才敲响了我的房门。我装作来不及的样子，火速冲出家门。考完试回来，婆婆一脸贴心问我考得怎么样。我感激般握住了婆婆的手，妈，还好有你，我昨晚睡得很舒服，考场上神清气爽，下笔如有神。婆婆脸上笑开了花，哎呦，我的好媳妇，妈可都是为了你好。我就说了让你听妈的，妈活这么大岁数就没做错过什么事，只要听妈的，做啥事必成。我附和般点了点头，妈说的对。婆婆更加得意起来，老周家有我这个当家人，可真是老周家的福气。高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，小叔子脸上的神情也越来越紧张。婆婆为了给小叔子加油鼓气，买了一大袋子水果。她自顾自切着水果，和我絮絮道：“美娟呐，这些水果呀，好的和烂的有什么区别呢？这坏的切一切，不又是一盘好水果？但是这价格呀，要便宜1半不止呢。你看这袋，是我今早专门去菜市场抢的。”婆婆边说边把水果腐烂部位切掉，只留色泽鲜艳的放在果盘里。公公见婆婆买了大包小包，疑惑走进厨房，今天买了这么多水果。婆婆忙把腐烂水果放在厨子后面，只露出果盘。小虎不是要高考了，吃点好的奖励奖励他。公公点了点头，是该吃点好的，不过一定要注意食品健康啊，闹肚子可就不好了。婆婆脸上笑容僵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常态。知道了，老头子，过日子我不比你精细，去外面坐着吧，厨房是女人的天下，你就别进来了。高考这天，婆婆许是受了我考试的启发，她如法炮制，提前溜到小叔子房间，关了他的闹钟。已经8点了，小叔子还在呼呼大睡，直到8点15，婆婆才敲响小叔子房门：“小虎，起床啦！”小叔子慢悠悠推开房门，婆婆忙递上个果盘：“来，吃点水果清醒一下。”小叔子皱了皱眉：“妈，这水果好像有点味儿。”“哎呀，傻孩子，这是进口水果，当然和你平时吃的不是一个味。昨晚睡得香吧？”小叔子揉了揉眼：“是挺香的，好久没有这种睡饱的感觉了。”婆婆扑哧笑出声：“你看时间，8点半刚刚好。你老娘，我可真是时间管理大师。”小叔子手中的果盘掉落到地上：“你说几点？”婆婆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“8点半啊，你到学校20分钟，还有10分钟9点考试刚刚好。”小叔子困意瞬间消失了。“妈，你要害死我是不是？我不是调了7点半的闹钟。”婆婆一脸无辜：“我上次改了你的闹钟，你不是也没说什么？”小叔子忙抓起书包，气得脸通红。高考需要提前到场的，还要排队检查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万幸的是，小叔子一路狂奔，赶上了考试。但要命的是，考到一半，小叔子肚子一阵绞痛。为了完成考试，小叔子一直忍着，可惜最后没忍住，
本想放个屁，却直接拉了出来，整个考场都弥漫着臭味。小叔子羞愤地提前结束了考试，而此时婆婆还在家里和邻居美滋滋吹着牛。我看我们家小虎这次能上985，说不定是老周家学历最高的呢。邻居对于婆婆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，早就见怪不怪，不走心敷衍道：“那可不，街坊邻里谁不知道你是大能人？”婆婆笑得嘴巴都要合不拢。她站起身，婆婆本就肥胖，大红色的修身旗袍穿在她身上，被撑得鼓鼓的，好像下一秒就要炸开。她的嘴巴上抹了艳丽的口红，相互衬托下，活生生像个大红圆筒。老周娶我做媳妇，可真是祖坟冒青烟。你们看我身上这一套，叫旗开得胜，还他爸。你说咱们小虎这次985是不是稳了？公公抖了抖手中的报纸，依旧拿着枪。985什么的，对我来说倒也不是很重要，主要是小虎喜欢，你们懂的。我这个人向来是最佛系的。婆婆点了点头，斜睨了我一眼，就是有的人啊，结婚2、3年了，肚子都没个动静。什么时候给我生个985的乖孙孙呢？我敲着电脑，没有理会婆婆的视线，算算时间，小叔子该考完试了。不知道在他亲爱的母亲进口水果的滋补和刻意关掉的闹钟下，小叔子能不能达到婆婆985的预期？扑通一声，门被推开了，小叔子阴沉着脸走进家门，婆婆满脸笑意迎上去。我的乖乖，考得咋样呀？我听给你补小课的吴老师说了，最后复习的时候押中了几个原题呢。小叔子没有理会婆婆，径直走向厨房，找出了婆婆藏在厨子后的烂水果。她气得手抖，这就是你说的进口水果？婆婆心虚了几分，却还是理不直气也壮。对呀，确实是进口水果。只不过我买的是打折的。小叔子愤怒把水果摔在地上，都怪这个破水果。妈，我和你有仇吗？你为什么要贪这个小便宜？小叔子说着说着，委屈哭了起来。我高3那么辛苦，每天早起背书，迟到了我还一路狂奔。那么重要的考试，我顾头又顾腚的，就差一点，我就夹住了。我使劲咬了咬嘴唇，痛意袭来，才忍住没笑出声。你为什么要关我闹钟？小叔子拔高声音怒吼起来。要不是你关了我的闹钟，我根本就不会这么匆忙。婆婆愣了几秒，小叔子大口喘着气，恨恨看着婆婆。她以为婆婆会道歉，或者最起码说一些安慰的话。看来她还是不够了解她的母亲。果不其然，婆婆的处理方式便是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呼天抢地起来。我容易骂我，你高3苦，我就不苦了吗？我哪天不是起得比你早，给你做早饭，伺候你上学？你这个白眼狼啊！我10月怀胎，含辛茹苦生下你，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供你读书，你不懂得感恩就算了，你还怪我的命好苦啊！贪小便宜，你妈我节省还有错了吗？你以为你花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？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几乎快盖过小叔子的哭声。小叔子抽噎着哭累了，婆婆却依旧中气十足，扯着嗓子嚎着命苦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你念书念的最基本的孝道都没了，一个考试而已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明年也能上，我还要起早贪黑陪你1年。我看该哭的是我才对。小叔子气急，妈，你怎么胡搅蛮缠？老公这时也走出来附和着婆婆。小虎，妈说的也没错，他虽然没读过几年书，但是对你好的心是没有错的。高考年年都能考，还有人40、50岁还在高考呢。你看看，为了你这个高考，全家人操了多少心。妈也不是故意的，
你是他的亲儿子，他还能故意害你不成？看着家里一片混乱。公公沉着脸送走邻居，他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哎，没那么个高中命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啊！没想到至亲没有一个安慰自己的。”小叔子求救般看向我：“嫂子，你来评评理。”他知道的，我向来心肠软，这些年来更是一直把他当自己的亲弟弟一般对待。前世我也是这样绝望瘫倒在地，可换来的却是小叔子的冷嘲热讽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浪费自己无用的怜悯。我蹲下身去扶小叔子：“快起来吧！”小叔子眼里燃起一丝希望。我话音顿了一下，语气轻轻：“再不起来，屁股上要风干了。”我插了一把温柔刀，小叔子彻底碎了。小叔子搬了出去，去了寄宿学校，没有高三鸡飞狗跳的急促生活，家里倒是平静了一阵子。人总是不能闲着的，尤其是婆婆。路过卫生间，我看见婆婆在用粉色的电动牙刷刷公公的假牙。前世婆婆做过的事，果然又发生了。我音调刻意拔高：“妈，这牙刷不是公公的吧？”婆婆不以为意，继续刷着。“哎呦，一大早这个嗓门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唱大戏呢。我这不是看你电动牙刷刷得干净，才帮你公公刷的。这种好东西就该大家一起用。”我强忍着恶心：“妈，牙刷不是能公公用的东西吧？”婆婆撇了撇嘴：“牙刷怎么就不能了？再说了，每次用完之后，我都帮你认真洗过了。做媳妇的不能这么小气，要有为家族奉献的觉悟。一个小小的牙刷，婆婆还给我上升到了家族奉献。”老公果然听到了动静，他从屋内走出来，也附和着：“媳妇别生气，妈年纪大了，也不懂什么，她要用你就给她用吧，咱们做子女的要孝顺。”我收敛起怒意，懂事般点了点头：“好吧。从前我只当老公憨厚老实，又摊上个强势的妈，每每和婆婆遇到摩擦，我担心老公夹在中间会难做，便都是好脾气忍耐着。后来才发现，他不仅完全没有主见，更是在任何事上都没有护住我的态度。既然如此，我便也不再需要事事为他考虑了。”说着，我从洗手池边拿过牙刷。还是老公孝顺。老公看着我手中的牙刷，脸上的表情丰富了起来，因为我手中拿着的，赫然是我的牙刷。前2个月，公公配了假牙，我心中便警铃大响，买了一对情侣牙刷。在我的一阵撒娇下，老公选择了娇俏猛男粉。刚才听说婆婆拿电动牙刷刷假牙，便先入为主的以为婆婆用的一定是我的牙刷。她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婆婆看出了端倪，大呼：“你的牙刷！”婆婆小声嘀咕：“谁知道你一个大男人用粉色牙刷？”老公涨红了脸，憋出一句：“妈，你想要的话，我给你买一个专门让你刷假牙。”婆婆摆了摆手：“费那闲钱干什么？儿子，你刚才说的话我都感动了。你这么孝顺，我用你的就行。果然没白疼你。小时候，爸爸妈妈都是把饭嚼烂了喂你呢，现在共用个牙刷算什么？”老公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：“妈，这牙刷你用过几次了？”婆婆好似没有看到她脸色一般答道：“这我哪里记得？也是。”婆婆的世界永远是以自己为中心的。有时候你和美娟不在的时候，想起来我就会用。不过儿子，真没想到你刚才会那么说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。婆婆一脸幸福看向老公，老公脸上一阵红一阵黑。刚才孝顺言论已经说出来，他向来窝囊，又怎么会打自己的脸？最后老公只憋出一句：“妈，你开心就好。”说完，他黑着脸进了卧室。一进卧室，老公就昏天黑地吐了起来。“美娟，
我妈真的太离谱了，她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她怎么能不经过我同意动我牙刷呢？还去刷爸的假牙？她不知道口腔里细菌很多吗？我贴心为老公递上卫生纸。老公，你刚才不是也说了，做子女的要孝顺，乌鸦尚且反哺，更何况小时候妈还把饭嚼碎了喂你呢？一听这茬，老公喉头一痒，惨白着脸，吐得更厉害了。我面上关切，心中却是冷笑。看呐，刀划在别人身上，总是不觉得痛的，但是如果落在自己身上，出了血，到那时便也知道喊疼，多么讽刺！在家匆匆待了几天后，大虎便回了工作单位。上辈子每每想到夫妻分居，我心中便觉得委屈，羡慕别人家小夫妻恩爱甜蜜，能常伴左右。如今竟随心转，一个人倒是过得十分自在，有了更多时间巩固专业知识，为跳槽做准备。2个儿子都不在家，婆婆除了时不时阴阳怪气我几句，全部心思便都放在了公公身上。老2口都有退休工资，日子过得还算滋润。公公注重养生，婆婆便整天拿着个眼镜，捧着厚厚的书，不知道研究什么。只是最近，婆婆似乎迷恋上了短视频，短视频里蹦出的炸裂广告，中老年人的福音，1颗更比6颗强，只需1个疗程，让你轻松年轻10岁。播音腔带着激昂的语调，听得婆婆2眼冒光。婆婆疯狂点着小红心，转头对我说道：“美娟，你听过这家公司不？你看这广告怎么样？”前世婆婆也是这么问我的，我当时就严肃同她说：“这种夸大宣传的广告不要信，浪费点钱是小，更重要的是没有安全保障，万一吃出问题，那人就遭罪了。”婆婆被我反驳了意见，虽脸色不佳，却也还是关了广告。重活一世，我决定少插手婆婆的事，让她野蛮生长。广告声还在继续，我故作感兴趣，凑上前去陪婆婆看了起来。美娟，你也觉得不错是不是？妈，我不太懂搞这些，你是当家人，向来是比我有见解的。你觉得这是好东西，那这东西还能有错？婆婆乐得合不拢嘴。你这丫头，现在真是越来越懂事了。说完，婆婆便点开了直播间里弹出的链接，满心欢喜下了单。2个月后，公公在家突然昏倒了，婆婆手忙脚乱拨通了120。公公本就有高血压，需要常年服药，这次病情来得迅猛，医生建议住院观察。医生拿着公公的常用药端详了好一阵子，疑惑开口：“老先生，你这药好像不太对呀。”公公刚输完液，苍白着脸：“医生，这药有问题，里面的药应该是被人换了，看着颜色和形状都不太对。你这高血压是慢性病，不能随随便便更换药物，更不能停药。大虎、小虎最近都不在家。”公公看向我和婆婆，最后公公的目光停在了婆婆身上。“我高血压的药，你给我换了。”婆婆眼神闪躲，却也并未觉得自己做错了。“还不是你吃的药效太慢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好得快一点。我看人家说这保健品可有用了，吃1疗程能年轻10岁，我这不就想着给你试一试，哪知道你这么不经补。”医生一听连忙纠正：“阿姨，很多保健品安全都是不过关的，更不能代替药物。老先生本来就有高血压基础病，要是不吃药控制，会诱发很多疾病，比如脑栓塞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”婆婆听后不以为意，小声反驳着：“这保健品都好多人吃过了，你年轻人见识少，啥也不懂。再说你也说了，本来就有基础病，也不见得就是保健品的问题。”医生一时语塞，公公低声斥道：“少说几句吧你！
待到医生离开后，公公将药瓶摔在地上，胡子都气歪了。你是嫌我活得长了是不是？三无产品的药也拿给我吃。婆婆垂着脑袋，背倒是挺得笔直。嫁给你这几十年，就伺候了你几十年，我哪里享过福？拉扯大虎成家立业，又要拉扯小虎，上了年纪，谁还没有点头疼脑热的？我端屎端尿伺候你，你反倒怪起我来了。你没良心啊你！你要是自己能，就别吃个药倒个水还指挥我。你但凡亲力亲为做点事，也不会药被换了都没发现。婆婆说完蹲下身，把药瓶捡了起来塞到怀里。多好的药啊！你们一个两个不识货。公公被婆婆一连串的说辞对得说不出话来。他看向我，我看你妈是老糊涂了。婆婆或许是觉得委屈极了，她身子晃了晃，险些没站稳。我上前扶住婆婆，爸，这么些年，妈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她是你老婆，还能对你有二心不成？婆婆有句话倒是没说错，公公这么多年永远都是这样，文绉绉的拿枪，却又一点事不做，一点忙不帮，永远都是一副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态度。小叔子高考失利如此，上辈子我错过考试亦是如此。前世他是怎么说我的呢？他说他们周家是最注重礼数的人家。我错过个考试，只知道吵吵闹闹，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。女人在家带带孩子，把老公伺候好就行，别整天想着在外面工作。我的思想满是糟粕，真是给周家丢脸。改革开放都多少年了，公公还在那裹小脑。想到这，我又补充道：“再说了，您和妈是长辈，这件事我这个小辈也不好说什么。到底是相伴了多年的夫妻。”婆婆又是一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的态度。公公满心怨气无处诉说，在医院吹胡子瞪眼1周后便出院回家了。许是复读压力大，又和家里闹得不愉快，小虎最后考了个末流本科。以他从前的成绩，即便不是985，也该能考个一流本科的。小虎不想再复读了，便去了那所高校。一家人倒是相安无事度过了一段时间，只是婆婆似乎有些不对劲了，她开始频繁眩晕起来，伴随着身体一侧麻木。我建议婆婆去医院查一查，她却说医院都是骗钱的，不如多吃点保健品。直到有一天，婆婆说话突然不利索起来，她才真的急了。我陪婆婆去了医院，医生看了婆婆的诊断报告，连连摇了摇头：“不应该呀，大部分疾病都是会有前兆的。阿姨，你就没察觉到身体的异样吗？”婆婆这样的人，哪里会承认自己有错？她岔开话题：“我要是能提前有什么感觉，知道自己生病了，还要你们医生干什么？”医生皱了皱眉头：“这位患者，我希望你能正视自己的病情。以你现在的检查结果来看，你是中风了。我先给你开一些药，你回去记得按时服用。”听到“中风”2个字，婆婆嗓门大了起来：“什么中风？”医生补充道：“阿姨，你不要紧张，前期病情还能控制，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和复查。有任何不舒服，要立刻到医院这边来。”婆婆不屑冷哼道：“拿着个化验单就能随便说我生病了？我看你年纪轻轻，最多30岁吧。我身体好得很，别咒我。”医生气急：“阿姨，该说的注意事项我都和您说了，希望您能重视自己的病情。”婆婆敷衍点了点头：“重视我自己的身体，我当然重视，我还能害自己不成？就是你年纪太小了，骗别人没事，骗我老太婆不行。”婆婆把医生开的药随手丢到柜子里，更热衷于她的保健品。公公看见后说了几句，但婆婆却是不理：“你自己不补，还不许我补了。”
婆婆向来以自我为中心惯了，信奉自己做的永远都是对的，更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她坚信，她那一颗更比6颗强的保健品比医生开的要高效得多。每每吃保健品，婆婆都要在我面前炫耀着：“你看那医生，年纪轻轻的，这么小的岁数，能看什么病？不过就是拿着化验单随便读2句，糊弄点我们老年人的退休金。等大虎过了40岁，你这做媳妇的也得贴心点，给他买点保健品补补。”我秉持着少管闲事的态度，对婆婆说的话左耳听右耳冒，从不反驳。婆婆更加得意起来，直到她半边身子瘫了，婆婆这才慌了起来。她尚且能动的那只手，在医院里紧紧抓住医生的衣角。她开始口齿不清起来：“医生，我之前不是来医院检查过？为什么还会这样？”医生对这个不讲道理的老太太可谓是记忆深刻，他不再同上次一般苦口婆心劝谢和安慰，而是公事公办说道：“这位患者，您的情况我上次就和您说过了，医院里也有您的就诊记录，我们建议您每3个月来复查一次，您没有来，况且据您的老伴反映，我们给您开的药您也没有吃，而是自作主张换成了保健品。我们建议您先保守治疗，观察观察情况。”婆婆似乎是被戳到了痛处，她激动起来，却是扭曲着嘴巴，呜呜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大虎、小虎接到消息来了医院，婆婆坐在轮椅上，眼歪嘴斜，不再伶牙俐齿，她头侧歪着，有口水不受控制从嘴角流下。她培养的2个好带儿，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擦拭，公公也是站在一旁，没有半点要动的样子。婆婆颤抖着向小虎伸出手：“小虎，给妈看看，你瘦了。”小虎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，复读1年磨平了他许多棱角，也磨去了他的少年心气。“妈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了？”大虎走上前：“小虎，这么久没回家，妈都这样了，你也不给个笑脸，非要我这个当哥的说你。”小虎冷笑出声：“当哥的？你这当哥的就是个妈宝男。我当时高考因为妈考砸了，你这个好哥哥可是没帮我说过一句话。”大虎涨红了脸反驳道：“小虎，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呢？当时的事妈也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还耿耿于怀？”小虎恨恨看向大家：“你们1个2个都是帮凶，他现在这副样子，更是自食恶果，是老天爷在惩罚他，让他不能再好好说话。要是当初但凡有1个人能拦住妈，也不会发生后面这么多事端。最该亲密无间的一家人，此刻氛围却怪异起来。我冷眼旁观着前世婆婆做的许多荒唐事，我都出手阻拦劝解，可到最后我却成了最不识好歹的人。这一世我不管了。”野蛮生长的婆婆平等创飞了所有人，最后自大的连自己都没放过。护工大妈走了进来，有些看不过去，拿起一旁的手帕，把婆婆的口水随便擦了擦。这老太太真折磨人，都说不了话，还整天对我吹鼻子瞪眼，哪有这样的病人？说完，护工大妈就又嘀嘀咕咕走了。婆婆含糊不清开着口：“不要，护工，让美娟来。”我的手机适时弹出消息，是上海一家大型企业向我发来了入职邀请。这家企业我心仪了很久，恰逢人员调动，我凭借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学历证书，拿下了一个不错的岗位，只是需要下周就入职。重生之后，我并没有被复仇蒙蔽双眼，我更加刻苦钻研业务，积极参加公司各项案例。看着这条入职消息，我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意。大虎察觉出我的异样，
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我索性不再装了，没什么，就是很高兴。这话一出，婆婆混沌的眼珠子向我投来恨意，她翕动着干瘪的嘴巴。你看我笑话？我摇了摇头，当然不是，我是为我自己高兴。若说没有恨，那是假的。每回想起曾经受的窝囊气，我都辗转难眠。只是老天爷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不能始终活在过去里。说到底，我并没有刻意做什么复仇的举动，我只是不再劝阻，让众人夸赞的好婆婆野蛮生长罢了。这个回旋镖平等刺向了每个人。我看向大虎，我拿到了心仪工作的入职邀请，在上海。大虎眼睛瞪圆，上海？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省会城市？你去了上海，这个家怎么办？我脸上的笑容慢慢收起。这个家，你守着你的好妈妈过就行。我下周就要去上海入职，离婚申请书到时候我会发给你。大虎不可置信看向我，美娟，你在开玩笑是不是？我们多少年的感情，你说离婚就离婚？我对大虎的期盼，在一次次的家庭琐碎，他一次次的漠视中，早就消失殆尽了。我无动于衷。我们多少年的感情，你也从来没有护过我一次。大虎，我对你和你们家早就仁至义尽了。我倒也不是刻意在这个节骨眼上落井下石，只是偏偏命运就是这妖巧。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辩驳什么。这乌烟瘴气的一家人，我早就该远离了。婆婆亲手种下的恶果，终究还是反噬了。她引以为傲的家人都抛弃了她，她为自己高高筑起的好媳妇、好母亲、好婆婆的高台，如今轰然倒地。她低声呜呜哭了起来，走出病房。我摘下手上的戒指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。阳光暖洋洋地照在我的身上，让我整个人都舒展起来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真正有重生的感觉。入职了新公司，我格外珍惜这次的工作机会。新的工作环境，我融入得很快。我的生活不再是婆婆在耳边絮絮叨叨，不再是渴望老公那一点可怜的认同和爱。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充实了起来。我更加学会爱自己了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大虎的离婚协议书迟迟没有签给我。我准备等分居到达一定时间后提起离婚诉讼，只要婚姻法没有什么变动就好。看了看手机上上个月发的5位数工资，我动力满满，低下头更加认真工作起来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年初我突然闪婚。老公惊出比我大5岁，长了一张人畜无害的帅脸，但撸起袖子肱2头肌比我大腿都粗。在他身边，我十分有安全感。别人都只当我找了个小鲜肉，却不知道实情，被他的表象所迷惑。而我继妹就是被迷惑的人中之一，因为谁都不知道我老公其实是道上大哥，这2年才金盆洗手，好好的做起了生意。前几天我带着老公回家过年，他带了3大箱的礼品，外加2个5大3粗的小弟跟后面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，这架势把我亲爸跟后妈吓得一愣一愣的，还以为是谁上门收保护费来着。我让他低调一点，没事少说话，多做事。他瞥了瞥身后的小弟，解释道：“这是我的私人保镖。”得更高调了。我们是前一天到家的。继妹看着我老公带来的昂贵礼物，几大盒人参，还有一些茶叶、茅台之类的，阴阳怪气的算我傍上了大款。我摆了摆手，嗨，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。可不是不值钱嘛。惊出手底下有个小弟，老家是长白山的，家里种人参，逢年过节就往我们家寄点野味和补品，人参都是暗箱往我家搬的。饭桌上，继妹打扮得花枝招展，
不时地往京初碗里夹菜，狂献殷勤，一边艳羡道：“我姐姐高中就辍学出去打工，没有什么文化，竟然能找到像哥哥条件这么好的，真是羡慕她呀！不像我在艺校天天辛苦训练，为了保持身材都不敢多吃一粒饭，以后顶多也就当个小明星，说不定还找不到像哥哥这么好的对象。”说着显摆地掐了掐自己的细腰。继妹陈茶是我后妈带来的孩子，我们两家是离异重组家庭。前几年我妈得了子宫癌去世了，我妈的头七刚过不久，她就跟楼下陈茶他妈迅速地好上了，闪婚。但我从小就跟陈茶不对付，我们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她特别喜欢跟我攀比，上小学时我妈给我扎了麻花辫，改天她也扎麻花辫，还比我多个蝴蝶结。上初中时，有暗恋我的男生给我递情书，她就穿着花裙子故意去人家面前晃荡，说我坏话，编造我拉她不洗澡，看着人家落荒而逃，她得意地勾起嘴角。后来我高中的时候想去上艺校，她知道后也跟着报了，还哭戚戚地说自己不敢多奢求什么，如果她的亲爸还在，肯定愿意送她去上。那时候我爸已经跟他妈在一起了，上艺校费用极高，家里只能供得起一个。我爸怕后妈说他偏心，咬了咬牙，送陈茶去了艺校，让我这个亲女儿去读大专。我冷笑了一声，直接辍学出去打工了。后来带过一个男朋友回来，也被他依葫芦画瓢的撬走了。此刻老公京初听到陈茶的话，啪嗒一声放下了筷子，挑了挑俊眉。他还没有开口，站在门口当门神的两个小弟立马走过来，其中一人将碗直接倒扣在桌子上。对不起，我们大哥有洁癖，不喜欢除了嫂子以外的人给他夹菜，嫌弃有口水。陈茶愣住了，脸上挂不住，委屈巴巴地看向京初。你的员工怎么回事？我又不是什么外人。京初没说话，只是用手指点了点膝盖。另外一个黄毛小弟立刻拉出凳子，指着陈茶就嚷嚷道：“还有，把你桌子下的脚从大哥腿上挪开，大哥最怕别人传染脚气给他。”我听到这话，立马低下头，发现对面的陈茶脚都快伸到我的椅子下面了，还在使劲地去够京初的小腿。大冬天的，家里也没开空调，还穿着个超短裤，大白腿哗哗地露在外面。不得不说，京初这两个小弟是个眼睛尖的，这么狭窄的地方都看见了。陈茶瞬间懵了，毕竟他这招百试百灵，毕竟是个正常人，也不会当面点破。此刻全家人都盯着他看，他尴尬的不行，立马解释道：“哥哥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你要是不喜欢我家的菜就算了，我知道姐姐平时比较小心眼，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呀。”京初依然没开口，他当即委屈地看向身旁的父母。我后妈立即道：“小京啊，这是茶茶的一番心意，他平时可眼高于顶，从没对谁这么细声细气过，只是好意而已。是不是圆圆跟你说了什么，让你的兄弟误会了？”我爸也跟着帮腔道：“是啊，咱家桌子小，有所磕碰是难免的，你别想太多。茶茶只是关心你这个姐夫而已。”我看着我爸爸跟后妈的那副德性，心中也是冷笑不已。陈茶做这种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们以前都是睁只眼闭只眼，现在也不例外。结果刚说完，京初就有些似笑非笑地扯了扯衬衣的扣子。我见状立马按住他，示意大哥不要发飙。他淡淡地瞥了我一眼，到底是按捺住了，仰靠在椅背上，摸出烟盒点了一根烟。误会就当是误会吧，要是下次脚再伸到我这里，我不介意剁了丢海里喂鱼。看着后妈跟陈茶一脸懵逼的样子，他继续开大，说什么圆圆没文化，
那不是你这个做爹的没护住他，给别人养女儿，供别人孩子上大学，让自己的亲闺女出去打工讨生活，现在还被得了便宜的人嘲讽。啧，这么窝囊的亲爹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。我低头咳嗽了2声，其实暗地里握住了他的手。干得漂亮，大兄弟！我爸自认为是长辈，惊出的话显然挑衅了他的权威，顿时气得吹胡子瞪眼的，一拍桌子吼道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来指导老子！刚上门就闹得家宅不宁，你这个女婿我不认！陈圆圆，你看看你找的都是什么人啊！”我听到这话还没有来得及发脾气，结果他却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从兜里摸出了一把折叠的小刀，在修长的手指上来回的打转，似笑非笑道：“圆圆都把家里的事情跟我说了，就这么跟你们说吧，圆圆是我老婆，我罩的，你们以后还想欺负她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”说着手指停住，那把小刀稳稳地插在了饭桌上，嗤笑地盯着3人：“你们2个老东，哦不，敬你们是长辈，脏话我就不说了。要是不想摊上事，以后就别打我老婆的主意。”惊出路的这一手，简直亮瞎了所有人的眼睛。我爸张了张嘴，涨红了脸，想说些什么，结果还没有站起身，就看到惊出背后的2个小弟站到了他的身后，他气得浑身发抖，嘴里嚷着：“不孝女！你这个不孝女！你怎么找了这种混混？”我掏了掏耳朵，伸手挽住了惊出结实的胳膊：“混混，爸爸这可不兴胡说呀！惊出可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，是生意人，对我也很老实，除了还残留着一些道上大哥的习性，其他没有什么毛病。”陈茶跟继母脸色难看的要滴出沫来，这顿饭大概是吃不下去了。惊出没多说，话已经说完了。天色不早了，2个老东，岳父岳母，早点休息，我带圆圆回家了。说着就搂着我的腰，就转身离开。我们刚到楼下坐上车，回头的时候还看到陈茶站在阳台上看我们，表情气得发狂。随即我收到一条消息：“陈圆圆，我跟你没完，这男人我势在必得，世界上就没有不偷腥的猫，你给我等着瞧吧。”我啧了2声，摇头。陈茶是真不知道我老公啥人啊，真不怕被剁掉双腿丢去喂鱼吗？我将短信递给惊出看：“偷腥的猫，我继妹盯上你了呀，你准备啥时候偷腥啊？”惊出也看到了，眼神都没有留下一个，只是按着我的脑袋在我的唇上啄了一口，随即把我推进车里，将小弟递过来的毛呢外套披在了我的身上。外面冷，车里有空调，别感冒。说完顿了顿，脸上露出一个狠厉的笑。哦，那是他不知道老子这只猫是会吃人的。我盯着惊出莫名的打了个寒战。其实我跟他认识，也属于一个意外。1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在一家便利店打工，半夜的时候，惊出身上带着风雪走了进来，背后还跟着3、4个人，看起来一股黑社会的气质。他穿着浅咖色的风衣，衣领拉得极高，只露出半张凌厉的俊脸，风衣里面遮得严严实实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刚走近，我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。我盯着他好一会，吓得瑟瑟发抖。大半夜的，我不会遇到来抢劫的吧？现在可都是电子支付啊，抢不到现金，会不会把我给干掉啊？有没有治疗感冒的药？他沙哑地开口：“大哥，我们这里是便利店，不是药店。”他哦了一声，最后只买了个口香糖。他带着人转身就走，结果路过的地方一滴滴的全是血。我被吓到了，手上已经准备按下报警按钮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了一声细弱的猫叫声。我探过头，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好像是他身上传来的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
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就从他的风衣地下探出头来，是一只猫，还是加菲猫？眼屎糊满了眼睛，大大的眼睛写满了好奇，小鼻子上还挂着清晰可见的鼻涕。男人皱起了眉头，修长的手指将猫脑袋按进了衣服里面。别闹！见他们想要走，我鬼使神差地喊住了他。你想买感冒药，是给猫吃的吗？他回过头，凌厉的眉头微微地皱起，然后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。我顿时松了一口大气，他好像是生病了，不一定是感冒，可能是猫鼻支，要去宠物医院检查。你把它抱过来，我瞧瞧。我之前在宠物店做过一段时间，所以对猫的一些日常病还是比较了解，知道对方不是坏人，我就放心了。他有些狐疑地打量着我，最后还是把那小奶猫递给了我。我看着他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，被逗笑了。明明一副道上大哥的模样，偏偏是个猫奴，铁汉柔情。这个大哥能处。我跟京初因为一只猫结缘，后来我收养了那只猫，也知道了京初是这一带夜总会的老板，名下10几家夜场。据他自己说，他15岁就出来混社会了，从一个街头小混混变成道上大哥，10年了，刀尖舔血的生活过累了，想有个家，于是他向我求婚了，让我做大哥的女人。毫无意外的，我接受了，因为我怕他的小弟拿刀砍我。我本以为他玩腻了，自然会放手，结果这家伙婚后直接金盆洗手，开始好好的做起了生意，还是个妻奴，上交工资卡，下班回家买菜做饭，3点1线就算了。他竟然跟我说，他还是个小混混的时候，立志要坐上大哥的位置，如今他立志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完美老公。JK 思想觉悟还挺好，不得不说，陈查十分有锲而不舍的精神。我们回家后不到2天，我爸竟然破天荒地打来了电话，还说：“圆圆呐，我想过了那天是我们做的不对，招待不周，造成了误会。好歹也是小京第一次上门，是查查不懂事，这不我们年前灌了香肠，想要给你送点过来。”我冷笑一声，就想拒绝。我跟家里闹崩，在外面打工，哪怕就在同个城市，他这个当爹都对我不管不问的。之前也没见他眼巴巴地给我送香肠啊。结果我爸又补了一句：“哎，你妈妈在世的时候，最喜欢吃的就是香肠。”我还记得那时候。行了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我跟京初结婚后，他就在市里买了一套小别墅，地址我爸他是不知道的，毕竟我结婚他们都没来。好，我们要走亲戚，就让查查给你们送过来吧，他也想跟你们赔罪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握着手机，心中有点不舒服，打亲情牌来骗我，其实是为了帮陈查骗我的地址吧？可真够行的。看来我这妹妹还真没死心啊，还真对京初势在必得。果然不到1小时，陈查就再次花枝招展地登门。她今天穿着一个修饰身形的紧身包臀裙，外面还披着一个假皮草外套，蹬着10厘米的高跟鞋。见到是我开门，她愣了一会儿，收起了那凹造型的大白腿。姐姐，你们家好难找啊，脚都给我走痛了。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，既然那么难找，寄个同城快递就行了。那怎么行呢？我是来登门赔罪的，前2天是我不好。他刚进屋，鞋子也不换，一脚一个鞋印的踩在了客厅的羊毛地毯上面。他打量了一眼，姐夫不在家吗？哦，他出去买菜了。刚说完，京初就拎着菜回来了，一进门就看到了陈查。他的俊眉皱起，质问的眼神看向我，好像是在问我，怎么把这个瘟神放进家里来了。我摊手，我也没有办法呀，这根狗皮膏药似的甩不掉，让你别装大哥。你倒好，
装霸道总裁了。陈茶见到京初，顿时眼睛一亮，直接就小跑着过来，结果还没有走2步就被绊倒，摔在了我们2人面前。那叫一个狗吃屎！他凄凄爱爱地揉着腿，我好像歪着脚了。姐夫，你拉我一把。看着他腿快要劈成了一字马了，连底裤都要露出来了，我还看不出他想干啥吗？立马上前就去扶他。这么大人了，走路都不会呀，平地都摔跤。要不你去医院查查你小脑正常不？我拖着陈茶想把他拽起来，他咬着牙使劲地往下拽，跟我表演起了拔河，一副除非京初拉他，不然他就焊在了地板上的模样。我求助地看向京初，结果他眼睛自始至终都没有落到陈茶身上过，十分镇定自若地拎着刚买的菜去厨房，还系上了我给他买的猫咪围裙。我见状索性也不管他了，行吧，爱劈叉就劈叉吧，不愧是上艺校的，功夫活练得挺好。我给他竖起大拇指。陈茶很尴尬，见我们都不搭理他，好一会自己爬了起来，整理了一下发型，又扑向了厨房。姐夫，家里是你煮饭吗？你真不容易呀，要挣钱养家，回家还要做饭伺候我姐姐。如果我以后有了老公，我肯定舍不得他给我做饭，毕竟做饭是女人的事情，男人都不应该进厨房的啦。陈茶的茶言茶语刚落，就见到京初不耐烦地点了一根烟。平时我是不让他在家里抽烟的，但有时候他也有男人的烦，会抽一根也无伤大雅。此刻他点上了烟，我就知道事情并不简单，大哥要发火了。我偷偷地站在厨房外面，准备随时拦住他发飙。果不其然，京初叼着烟，回头看着陈茶，不耐烦地撸起了袖子，将菜刀猛地剁在了菜板上，顿时一整手的花臂整个显现出来。老婆今晚吃啥？要不把这货给做了吧？他冷冷地盯着陈茶，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拿正眼看他，但我想陈茶应该不太高兴，因为陈茶还没有从他结实的花臂上转移开视线，而下半句话就卡在了嘴里。做了。他脸色煞白，京初将菜刀拔了出来，拎在手上把玩着，似笑非笑地盯着他。我们家就是我老婆主外，我主内，做饭洗衣服全是我。我喜欢给我老婆干活，你是不是有意见？陈茶被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好一会才结结巴巴道：我没意见，就是替姐姐心疼姐夫不容易。你是我什么人，轮得着你来心疼？眼看着京初拎着刀走了过去，我立马窜进去，将一旁菜篓子里面的鱼递到了京初的手上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草鱼不是海货，今晚咱们吃剁椒鱼头吧。我妹妹难得的来看我，得好好的招待人家。我暗地里掐了掐她的腰，压低声音说道：你这黑社会的习性得改，你可是立志要成为遵纪守法的完美老公的男人。京初瞬间有些委屈地看着我，不乐意地将刀收了回去，撇了撇嘴角。我将他嘴巴的上的烟给拔下来丢了。陈茶还在傻眼地站在原地，我忍不住将他拉了出去。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，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吃你这一招。陈茶这才反应过来，脸色十分难看，好一会才挤出一抹笑容。姐夫刚刚是开玩笑吧？他这个人可真幽默呀，呵呵，要不是我拦着，你狗命都保不住了，还搁这儿幽默呢。我琢磨陈茶到底是哪根筋没搭对，是个正常人也能看出来京初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了吧，偏偏他还留在我家。我跟京初从厨房端菜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陈茶在阳台边上打电话。他虽然压低着声音，但还是被我给听到了。放心吧，妈，我这里出了点小差错，就没有我陈茶拿不下来的男人。这个京初我势在必得。对，你是没来他们家，
你不知道他们家住着别墅呢，房子顶我们几个家大。只不过她老公好像是有点不对劲，不过有钱人都有点怪毛病，很正常。陈圆圆没才没貌的，她凭什么能找那么好的老公？估计是被他给骗了。你等着瞧，我以前能抢她的男人，现在也能抢。男人嘛，脑子里面不都那点玩意吗？今晚上不用等我了，我不回来了。我心中恶心的要命。这个陈茶果然是看中京初有钱才扑上来的。也就认识京初之前，我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，那个男朋友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人长得挺清秀的，说话也讨人喜欢。那时候我爸阑尾炎住院，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医院照顾他。我本来不想去的，但还是没狠下心，就带着那个前男友一起去看望我爸。结果陈茶当时也在，在我照顾我爸的时候，陈茶不知道什么时候勾引了我那个前任，两个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勾勾搭搭。我爸病好出院，陈茶就亲昵地挽着我那个前男友，跑到我跟前说了分手。对不起喽，姐姐，哥哥说对我一见钟情了，想要跟我在一起，你不会生气吧？生气？我连骨灰都想给他扬了。这事儿我直接闹到我爸面前了，既然他不要脸，那就都别要脸了。结果我爸却黑着脸道：你自己守不住男人，还能怪你妹妹身上？想想自己的问题吧。我气个半死，后来2年都没有回家。偏偏陈茶把我前男友勾搭去了之后，没有1个月就把他给甩了。照着他的意思是嫌弃他太穷了，之前看上他不过是因为想抢我的男朋友而已，有着前车之鉴。我知道陈茶不会善罢甘休，只不过我也不傻。行了，上次没有见到他是怎么成功的，这次就让我好好的看看他是怎么从我身边勾引男人走的。能勾搭走的男人，我也不稀罕。陈茶，吃饭了。我将碗碟重重的一放，京初也正好出来。陈茶立马挂点了电话，小心翼翼地坐在饭桌上，十分勤快地主动搭手盛饭盛汤。我这才发现他把自己的外套给脱了，里面的贴身连衣裙领口都快低到人鱼线上去了，看来是一计不成，又换成美人计了。我故意贴在京初耳边道：咋样，好看吧？结果京初却不满地抓住了我的手，放到了他的小腹上，压低着声音沙哑道：好看个什么？他胸前的2两肉还没有我的腹肌大呢，你看他还不如看我。陈茶根本没有察觉到我们2人的小动作，还一边娇滴滴地说道：对不起呀，姐夫，我是来赔罪的。那天都怪我不好，说了对姐姐不好的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现在就以水代酒，敬姐夫一杯。京初眼神都没瞟他一眼，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。知道你喜欢吃辣的，我特意买了泡椒做的鱼头，你尝尝味道。我看了陈茶一眼，故意也捏着嗓子说话：哎呀，味道有点咸了，你是不是盐放多了？说着就把鱼头又丢回了京初的碗里。京初皱着眉头：咸吗？我尝尝。他也不嫌弃，尝了一口，皱着眉头没说话。陈茶似乎发现了什么，顿时惊讶道：我看菜不咸啊，味道正好。姐夫的厨艺真好啊，姐姐你的嘴巴是不是过于挑剔了？好歹菜都是姐夫辛苦地做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践踏他的心血呢？哦，是我挑剔。老公，你觉得菜咸吗？京初听到我的话，放下了筷子：是咸了，我的失误，有个讨人嫌的家伙在这里，饭菜都被传染咸了，我就不该放盐，下次我记住了。陈茶意识到讨人嫌是在说他，脸色有点不好看。我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没有想到京初也是个老阴阳人，我还以为道上大哥都是敞亮人呢。陈茶放下了筷子，用手撑着下巴盯着我
突然莞尔一笑：“姐姐还这么喜欢吃辣的呀？我记得你以前不喜欢吃辣的，好像是你上一任男朋友喜欢吃辣，为了他你改变了好多呀。当初还死活要闹着非他不嫁呢，爸妈都拿你没办法。靠，必杀技！陈茶终于放大招了，在我现任的老公的面前提我的前任，但凡是个有血性的男人都不能忍。不得不说，这招挑拨离间狠毒啊！再说我什么时候不能吃辣了？还为了前任吃辣，子虚乌有。果不其然，身旁本来挂着笑容的京初，脸上的笑容渐渐地收敛起来。他微微的后仰，挑了挑眉，看向了我。哦，你以前不能吃辣，还为了前任学的，还非他不嫁？擦，离谱啊，大哥！说好的联手抗击绿茶呢？你怎么中了敌人的奸计了？我头皮发麻，张嘴就想解释。陈茶估计是看到计谋奏效了，继续煽风点火，夸张地捂住嘴巴。啊，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姐夫，你可千万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姐姐生气啊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只是那个前任上个月还在问我姐姐的联系方式呢，看来是对姐姐念念不忘。我真羡慕姐姐呀，从小到大身边一直都有男人围着转。我特么是屎吗？还一直有男人围着转，眼看着京初饭都不吃了，坐在旁边默不作声。我立刻辩驳道：“陈绿茶，你可真有意思，我没提这事儿，你还提了。说起我那个前任，后来不是被你勾搭走了吗？在医院的卫生间，你们俩干了啥？还需要我明说吗？”陈茶表情呆滞，大概是没有想到我真会说出来。我长了一张嘴巴，我不解释误会，难不成让我家大哥误会我呀？他信任我是因为爱我，但我不能仗着他爱我就无法无天了吧？我正想把碗摔陈茶的脸上去，结果京初却拦住了我。他站起了身，本来他188的大高个就很有压迫力。他盯着陈茶，绕开桌子走了过去，每一步都很有震慑力。你知道老子是干什么的吗？陈茶结结巴巴地说道。干什么的？姐夫不是做生意的吗？京初轻笑了一声，卷起了袖口，露出了那一截花臂。你姐姐应该没告诉你，我做生意之前是道上的，最是擅长处理那些乱嚼人舌根的人。一般对于这种人，我们都会选择打断腿，装进麻袋丢海里。另外，不管圆圆之前有多少前任，又或者多少人追她，那是因为我家圆圆优秀。她跟你不一样，不会乱嚼人舌根，也不会乱勾引男人。她愿意选择我，跟我在一起，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所以，你现在可以滚了吗？再敢凑上前来，我真不介意干回老本行，剁了你。京初每说一句话，陈茶的脸色就难看1分。这个时候，我家猫饭团子从卧室里面钻了出来，正好钻到了陈茶的脚下，竖起了猫毛，一副看到了敌人的样子，发出嗷呜的叫声。陈茶本来就被吓破胆了，见状下意识道：“走开，不要靠近我。”饭团子顿时惨兮兮的喵喵叫。下一秒，我看到京初眼神冷冽，他解下了围裙，直接抓住了陈茶的手腕，微微的用力一扭，就听到陈茶发出剧烈的惨叫声。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，京初已经拎着他的后脖梗，直接将他丢出了门，连带着他带上门来的香肠一起扫地出门。我在旁边傻眼。说起来，婚后京初一直都对我很温柔，就是偶尔爱说几句黑话。虽然他身边一直跟着一些小弟，但从来不在我的面前跟人动粗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冷着脸，下手毫不留情。此刻他目光扫向了我，冷冽的眼神变得稍微的温和了许多。他大步地走了过来，在我惊讶的眼神中，单手将我扛在了肩上，直接抱着去了卧室。
关上门，他解开了领口。现在你来好好的跟我解释一下，那个非他不嫁的前任是个神妖路子。他的手指摩挲着我的锁骨，眼神带着一丝的危险。我张嘴就想解释，结果下一秒唇瓣已经被他封住。他呼吸轻柔，说嘛，回答我不满意的话，那就继续，就是个渣男，不值得一提，早就断了联系。不够，我求饶地看着他，我就不该让陈茶进我家，瞧这是搞的。事后，我老实巴交地将事情浓缩到500字说完。京初大哥听完没说话，只是淡淡地点了根烟。我找人做了他，甩我老婆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别张口闭口就是做了谁，剁了谁喂鱼。你已经金盆洗手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京初手上到底有没有沾上事，但我担心他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，以后我得去监狱给他送饭。他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放心吧，我能退出这一行，代表我身上没有背上人命官司。我就口嗨几句，不过那个陈茶，你要是不想他再来骚扰你，我可以跟我的小弟嘱咐几句。我努了努嘴，摇头。陈茶骚扰的是你，可不是我。京初无奈地看了我一眼，大手一捞，将我按进怀里。所以有人这么惦记你老公，你都不吃醋吗？不想剁了他去喂鱼吗？他有点不开心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会出手。我扑哧一笑，我当然吃醋啊，但我知道我家大哥不是什么人都能勾搭走的。果不其然，他脸上露出笑意，一秒哄好。陈茶这事儿闹得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吃饭，于是我用手机点了个外卖，顺手点开朋友圈，结果却正好看到陈茶在2个小时前发了一条动态，上面拍了一张自己包扎的像个猪脚的手，还哭哭啼啼的发了张自拍。原来说实话真的是有罪的，不过是出于正义，不想别人被蒙在鼓里，结果最后受伤的却是我。出于正义，他搞了什么正义？故意抹黑我这个姐姐，想要勾搭姐夫，没有勾搭上，这还卖起惨来了。我刚关掉手机，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我只是扫了一眼，就直接关掉，开启了飞行模式。如果可以，我都想把他拉进黑名单，用脚趾头去想，肯定是为了他的宝贝妓女来找我问罪的。呵呵，我都懒得把这事跟京初说。结果第2天，京初脸色阴沉地告诉我，饭团子不见了。什么？是不是跑到那个房间了？你仔细的找过了吗？京初脸色特别臭。没有，刚刚我给他倒猫粮，喊了很久都没有过来。我四处找了，都没有看到他。饭团子是我跟京初养的猫，一只加菲，我们也是靠着饭团子结缘。虽然只养了1年，但是我跟京初早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尤其是京初，他是个猫奴。此刻我看他表情难看，慌乱了一瞬，就立马反应过来，查门口的摄像头，然后联系小区的保安，看看是不是从窗户跑出去了。加菲在外面是没有存活技能的，我们得快点找到他。我们分头行动，京初去联系物业，我查找外面的小花园，结果1小时之后还是一无所获。我们门口的监控摄像头这几天刚好检修，京初直接打电话喊了10几个小弟过来。那些小弟还以为是大哥要带着他们火拼，个个斗志激昂，不是扛着棒球棍，就是带着板凳腿。结果京初严肃地说，今天的任务找猫。我们在小区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。我之前一直以为他身边就剩下2个小弟，没有想到他又摇出10几个来。但我此刻顾不得说这些，先找到饭团子才是最要紧的。但是我们找遍了小区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看到。京初烦躁的想要杀人，我却冷静下来，突然问道：
你说饭团子会不会是被人带走了？景初很快的反应过来，危险的眯着眼睛。你那个继妹叫绿茶那个是陈茶，我怀疑是他带走了饭团子。下午你对他动手了，他这个人小肚鸡肠，说不准走的时候故意把饭团子给拐走了。这个猜测很符合逻辑，我立马给陈茶打去了电话，结果他根本就没接。京初坐不住了，直接道：我开车上你爸家去找他，你就在家里等消息。我怕他冲动的性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想跟着一起去，结果他却说我们昨天才得罪了那个绿茶，你爸那么偏心，要是你上门他肯定说话难听，骂我无所谓，但不能让我老婆受气。说完就不等我回复，直接去车库取车了。他浩浩荡荡地带着一群人，我就怕闹出什么事情来。结果京初刚走，就有人给我打了电话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里面却传来陈茶的声音：哎呀姐姐，是我呀。我突然想起来有件事情没跟你说哦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你是不是把饭团子偷走了？陈茶在电话那头故作夸张道：什么饭团子？你说的是你家那只猫吗？我正想告诉你呢，昨天我走的时候看到你家那只猫从窗户翻出来了，我好心的想要把它送回去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它抓了我一把，我可气死了。畜生就是畜生啊！我给了它一脚，结果它竟然跑出去了。我在陈茶开口说话的那一秒就按下了录音键，我忍着怒火道：你到底把我家饭团子怎么了？没怎么呀，我好心好意的去帮你们找猫呢，现在猫在我这里，你来拿吧。猫果然在陈茶手里，真是被逼无耻，眼看勾搭不了我家大哥，竟然拿我家的猫出气。好，我现在就去你家。哦，我不在家哦，昨天我去医院打疫苗了，现在在我朋友的家里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说着他就挂断了电话。很快的，我的微信上就收到了他发过来的定位，我第一时间就给京初打电话，让他先回来。这个陈茶带走了饭团子，又那么好心的让我去取，这里面没有猫腻我都不相信。结果京初的手机响了半天，最后在家里发现了，他出门竟然没带手机，看来是真的慌了。陈茶微信上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：姐姐快点哦，不然这猫我就从阳台上丢下去了哦，因为它真是太不乖了。这次还拍了饭团子的照片，我忍不住想骂人的冲动。你最好保佑饭团子没事，不然我家大哥下次拧的就不是你的胳膊，是你的大腿了。说完我立马出门打车，既然京初去了我爸家，等会我给我爸打个电话也就能联系上他了。我很快的就打车到了陈茶的说的地址，却发现他说的这个小区好像有点眼熟，感觉好像来过似的。我按照门牌号地址敲了门，很快的大门就被打开，结果开门的人却不是陈茶，而是一个男人。看着面前有点眼熟的脸，我懵逼了一会，试探道：无虞。他看着我，热情地笑了笑：圆圆，真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，快进来吧。我狐疑地盯着他，站在门口没动。没错，我说怎么有点眼熟，这个叫做无虞的男人，就是我1年多以前在医院被陈茶撬走的那个前任。怎么会是他开的门？陈茶给的地址竟然是无虞的，他想要做什么？饭团子在不在你家？无虞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你说的是那只加菲吗？确实是在我家。我立刻推开他，走了进去。无虞淡定地关上了门。结果我在客厅找了一圈，也没有看到饭团子的猫影。猫呢？无虞没有说话，只是给我倒了杯水，一脸温柔地看着我。什么猫啊？我气得想给他2巴掌。你刚刚还说猫在你家呢，你跟陈茶勾结好了的，绑架我家猫算什么回事？
吴语继续装傻充愣，跟你开玩笑呢，你真的误会了。陈茶确实是把猫放在我这里，他说他这2天跟你闹了矛盾，不敢见你，还说你家猫被他带走了，你肯定会生气，所以就把猫放在我这里了。说着，他就从卧室里面拎出了一个猫笼子，而我家饭团子正蜷缩在里面，我立马抢了过来，心疼地把饭团子抱在怀里。看吴瑜没有恶意的样子，我脸色也好了许多，抱着猫就想走，结果他却抓住了我的手，欲言又止。圆圆，对不起，当年的事情我跟你道歉。其实跟你分手之后，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你。我回头盯着他，你有毛病。吴语顿时更来劲了，直接拽着我把我扯进怀里。我真的很后悔，当时是你妹妹故意勾引我的，我真的只是一时鬼迷心窍。后来我跟她分手，也找过几个女朋友，但我发现我还是对你念念不忘，只有你对我是真心的，其他人都是玩玩而已。我们和好吧，圆圆，要不是抱着猫，我都想痛扁这个王八犊子。呵呵呵，忘不了我，你可真有意思。我们分手1年多吧，你换了好几任就算了，跟陈茶做的那些恶心事，我也不跟你提了。但你是怎么有脸来跟我求和好的？更何况我现在都已经结婚了。我鄙夷地看着他，伸脚直接踩在他的脚背上，他吃痛地放开我。我家饭团子也伺机举着爪子直接扑上去，在他的脸上留下了3道猫爪印。如果之前他装的还算温柔，此刻就已经面目扭曲了。他瞪着眼睛，怒道：“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，你还装什么？陈茶都把事情告诉我了，你跟我分手之后找了个小混混当老公，还不是跟我赌气，还故意把家里的猫弄丢，让陈茶送过来，不就是为了跟我找个和好的引子吗？”我被气得脑袋差点昏厥过去。老天爷，我当初是怎么瞎了眼睛，找了这么一个祸害当男朋友？我得感激陈茶，要不是他撬掉我的墙角，我怕是跟这个伪装的渣男都结婚了。恶心，太恶心了！我呸，谁给你脸了？你还敢否认吗？那你怎么大半夜的上门来找猫，还穿得那么暴露？不就是想来勾引我，跟我和好吗？怎么你家的混混老公不行吧？当初跟我装得很清纯的样子，其实也就这样。他的眼神毫不加掩饰地落在我身上，我穿着暴露，因为饭团子不见，我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黑不溜秋的羽绒服就出来了。这叫暴露？跟我这儿开玩笑呢？我抱着饭团子，不想跟他逼逼叨，直接就想出门，结果他却扑了上来。我家猫见状也扑了过去，撕咬吴瑜的裤腿。好饭团，妈妈没有白养你。结果就在这时，吴宇家的大门突然被人踹响。没错，是踹的。吴宇懵了，我也懵了好一会儿。沉寂了3秒之后，我突然大喊：“救命！有人强奸了！”结果下一秒，防盗门被人硬生生地给踹开了。惊初冷漠地站在门口，一脸的肃杀，哪怕隔着那么远，我都能够感受到他刀人的眼神。而他身旁还站着陈茶，陈茶也被吓到了，站在旁边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而我跟惊初四目相对，两人都没有开口。陈茶很快地反应过来，夸张地捂着嘴巴：“姐姐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大半夜的跑到你前男友的家里面来，我们在门外都听到你的叫声了。你这让姐夫怎么下台？他可是在外面找你都找得快要疯了。”陈茶得意地勾着嘴角，看向了我。这一刻，我大概是明白他想干什么了。美人计不成，又来挑拨离间计；挑拨离间计不成，又搞前男友误会这一套，可真牛逼呀！36计被他用得滚瓜烂熟的。我顿时红着眼眶没说话，撇了撇嘴巴。荆轲带着寒意大步地走了进来，
直接拽住了我的手。陈茶还在旁边不死心道：“姐夫，你千万不要跟姐姐动手啊，这说不准就是个误会呢。虽然姐姐之前就很喜欢吴瑜，但是她现在毕竟已经结婚了，应该还是清楚自己的身份的。他们两个肯定没有做什么事情的，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追究了好吗？”结果陈茶话音刚落，京初就抬起手，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京初的手劲儿极大，陈茶被这一巴掌扇得转了几个圈儿，直接倒在了地上，鼻血直流。他狼狈地摸着鼻子，看着满脸的血，突然大声地尖叫：“你竟然打女人！”下一秒，京初瞥了他一眼：“你凭什么觉得女人就应该有不被打的特权？本来我是不打女人的，但你这种贱人不算女人。”陈茶愣住了，捂着嘴巴不敢说话，而京初也懒得理他。他看向了面前的吴瑜，嘴角勾了勾，阴冷地笑道：“兄弟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刚刚你是哪只手碰到我老婆的？手、腿还是鼻子、嘴巴？”他一边说这话，一边猛地一脚踹了过去。吴瑜被踹中，肚子都来不及解释，直接就瘫倒在地，痛得大喘气。结果京初还不解气，他上前直接踩在了吴宇的手指上，捻了捻，目光凌厉中带着一丝杀气。刚刚你不是说我这个混混不行吗？我还以为你多牛呢，一脚都扛不住。来，站起来，跟我干一架，要么我把你打死，要么你被我打死，你选一条路吧。虽然这个时候笑出声很不好，但我没有忍住。这两个选择有毛线区别？京初看了我一眼，嘴角扯了扯，继续说道：“怎么站不起来了？这么点本事，还想强迫女人？你这样的人在我手上都活不到3秒钟。”吴瑜被一顿狠揍，鼻青脸肿，最后连我都看不下去了，赶忙上前抱住了京初的腰：“大哥，大哥，冷静一点，踢死了你就得吃枪子了，我就成寡妇了。咱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吃亏的事情。”吴瑜扛不住了，颤颤巍巍地摸出手机报了警。结果京初根本没在怕的，很快的他的小弟就赶过来了，让我们先离开这里，剩下的他们来处理。京初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将身上的外套脱下来盖在我的身上，一边给我系着口子，一边低声道：“来晚了1秒钟，老婆，你不会生气吧？”我本以为京初会生气，结果他这么一道歉，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打电话了，但你没有带手机，下次我出门一定跟你报备。报备是要报备，要是我没来，你怎么办？长点脑子，以后出门身边带我2个小弟，知道了吗？我乖巧地点了点头，不敢反驳。他没生气，我就已经是万幸了。陈茶大概是被我们的骚操作给震得傻眼了。你是疯子吗？你老婆都给你戴绿帽子了，你还这么护着她？京初头也不抬，轻飘飘地来了一句：“我相信我老婆只爱我，更何况这个男人还不配被我老婆看上。”陈茶还想说什么，结果京初的小弟早就识趣地找了一块擦脚布，塞到了他的嘴巴里，一脸凶狠地说道：“这个女人叽叽喳喳的，真烦，还暗算嫂子。大哥，要不我们把她做了吧？”京初已经抱起了饭团子，一边搂着我离开吴瑜家，走之前冷不丁地嘱咐道：“下手麻溜点儿，我们现在是文化人，不是小混混。”我担忧地扯了扯京初的袖子，他却示意我没事。回去之前，他嘴里一直嘀咕：“你老公厉害不？他们是不是瞎了眼睛，才觉得我不行？”我踮着脚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：“我老公最牛了。”陈茶跟吴瑜的事情，我问京初是不是真的把他们做了，结果京初却嗤笑了一声：“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人，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？
我这才放下了心。没过几天，我就听到家里的亲戚跟我八卦地说，陈查的被艺校开除了。听说他前2天在网上火了，他在学校霸凌同学就算了，为了得到一个演出，甚至去勾搭人家那些导演小助理，结果视频都被人爆出来了，现在网上都能刷到他，他算是彻底的火了，被学校公开除名，永久封杀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出道当明星了。而那个吴瑜也因为涉嫌强奸未遂被抓了进去。我爸跟后妈连夜找上门来求情，想问问京初有没有什么道上的朋友和门路，帮忙解决一下陈查的这件事情。我呵呵地笑了一声，当初嫌弃京初是小混混，现在出了事情，又舔着脸来求情，想得出来，我大门一关，直接将2人轰了出去。后来我问这是不是京初干的，他窝在家里看书，一手撸着猫，头也不抬地回道：文明执法，文明复仇，暴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哦，了不起呀！我家大哥都变成文化人了。他抬眸扫了我一眼，为了你，我甘愿变成文化人，有志气。今晚奖励你，我给你做红烧狮子头。说着，我撸起袖子走进厨房，结果京初却瞄到我身上的东西，下一秒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一把掀开我的袖子，是一整个花臂。他傻眼了，声音沙哑：你怎么也纹个花臂了？我眨巴了一下眼睛，顺应一下潮流，毕竟我是当大嫂的人。他没说话，只是过了好久才嘀咕道：不是纹花臂就能当大哥的。我当年也是年少不懂事，被人给骗了，这事儿一直没敢跟你说。你怎么不早说？王八犊子，纹都纹了。结果下一秒，他将我抱起，在我耳边轻声的呢喃：不过我老婆做什么，我都没有意见，谁让我宠你呢？我看着他，眼角湿润，轻轻地靠在了他的肩上。大哥这人是真能处一辈子也不够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